河对面便是神秘的朝鲜，中间只隔着一道铁门，对岸房子上的画像都清晰可见。今天我将探索朝鲜和中国的边境地带。我们是从延吉坐高铁到图们，火车票价是21元，车程是20分钟左右就能到。到站后，出门就有公交大巴车，大巴是直接到达图们市区。师傅还可以坐吗？9号车？上可以上，扫码，先扫完再上。3人啊，出来吧。3个人。3人啊，招牌都是中文和朝鲜文。下车走几步就到了铁路国门。这里有很多人这里打卡留念，不少还都是拖家带口来看国门。对，配合那个，配合。这个地儿在20块钱，还有丹东。国门这边连接着去朝鲜的铁路，据说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国门进入的。中国和朝鲜的铁轨宽度是一样的，都是1.435米，不过现在被围住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在运行。还得往那边走啊，差不多。啊？这地方排不到。国门前面安装了高压电网围住，并且还标示了口岸限定区域，禁止进入的中文和朝鲜文。对。
沿着国门往前走，基本上都安装了围栏和铁丝网，不少人从围栏这边拍摄朝鲜。他们的房子看上去很多都没有安装窗户，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走到更开拓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江对岸的朝鲜了。这个地方就是朝鲜的南阳郡，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奶奶的故乡，人口大概为7万人左右。朝鲜南阳与中国同门市隔江相望，双方均属于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边疆开放城市。前面的这个江也是延边朝鲜自治州的第一个大江，也是中朝两国之间的界江。江上面的这座桥，一半是中国的，一半是朝鲜的。仔细看你会发现，这座桥颜色不一样，一边比较深，一边比较浅。原因是图们是吉林省唯一既有陆路桥，又有铁路桥通往朝鲜的口岸城市，所以在图们有陆路口岸和铁路口岸两个部分。而前面的这座桥，即不是中国建筑的，也不是朝鲜建筑的，而是日本修建的。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，对面是锈迹斑斑。中国这边的颜色比较深，因为平时会涂油、保养、刷漆，而对面没有，所以才有两个颜色。前面朝鲜南阳沿江而建的这28栋粉色房屋建筑，基本上都是中国援助修建的，因为在20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水灾，对面的朝鲜城市被阴掉了。当时中国这边援助了很多的建筑材料给对面朝鲜，但是唯独没有给玻璃，所以现在仔细的看这些房子，发现很多都没有玻璃窗户，他们的窗户都是用塑料膜的。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没有给朝鲜玻璃，而附近这些矮一点的建筑就是朝鲜的普通民居，朝鲜传统的燕尾式建筑风格。眼前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界碑，不少人在这里排队打卡留念。你等他走的啊，你就姿势整好就行。那边因为红旗会挡着你的牌。谢谢谢谢。再往前就可以看到中朝俄商品展示馆，里面卖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的产品居多。这个是什么吗？楼上还可以远眺看朝鲜，不过是需要收费的，据了解是60元1人。
可以看到，沿着这条路都围上了铁丝网。哎，你可上不来，真上我的，我的。你在中国的话，它不小。你在。就这个呗。啊。目前走的这一片区域都是属于国门的景区范围，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国门。如果站到上面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。门票是25元，但是要找到入口，还需要往前走走。这个就是进入国门景点的地方，而对面就是朝鲜了。国门景点前的这些商户，大部分都在叫卖俄罗斯雪糕。纯奶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纯奶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我们跳队看到了。俄罗斯风味纯奶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俄罗斯风味纯奶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本店消费免费俄罗斯风味纯奶雪糕。本店有现磨咖啡、冷饮、奶茶、豆浆、烤肠、色拉。本店消费免费看望远镜。本店有现磨咖啡、冷饮、厂家批发手帽6块钱一个，进口俄罗斯香皂3块钱一个，厂家批发手帽6块钱一个，俄罗斯香皂。啊，到时候打宝贝城，真的给。免费观看望远镜，月份的烤肠3元一个。俄罗斯风味，还消费免费看望远镜，俄罗斯风味雪糕3元。看一下吧，看看。开发这边。看一下，我有空调，免费观看望远镜。
换完机这下次来我们这我直接不是说我们不让抽烟啊，是身份证丢。现在看到的这条路，就是图们通往朝鲜的公路桥，也是中国对朝鲜的第2大陆路口岸。这个口岸1933年就设立了，全长约515米，宽6米，高6米。该桥在朝鲜战争期间，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的重要通道。旁边还建了一个新桥，位于旧桥上游20米处，全长804.7米，桥面宽23米。旧桥因年代久远，存在安全隐患。新桥建成后，成为了中朝贸易新通道，而旧桥是中国游客参观的热门地点。这座桥中间被围栏铁丝隔开，桥的这边归中国，另外一半归朝鲜。中国这边路面光滑，朝鲜那边的路面都长出了杂草。导游2层3层。你来了，你总要上去的，你不然先上去再看。来，走。什么时候？一个手就下来了。慢一点。这里也可以看。对。这里好有。让他们先上一个，急着问起来。我把那个什么放上。上面风大，帽子应该戴的。哎呦，我扶着你。先下吧，要不然上的也费劲，人多。好，来，赶紧下。下边要不然上面人多。从国门上方远眺朝鲜，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对岸的朝鲜。来看，等会儿下就好了。你别自己下水啊，了不得。往后站一点，稍微。我也先下。慢点。那个楼梯扶手。上去。朝鲜南阳火车站还悬挂了他们的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。周边的房屋看上去都比较的破旧了。路面也都没有用水泥硬化，路上还可以看到2个朝鲜人扶着自行车在行走。在朝鲜，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，都是家庭条件不错的。
从国门下来看朝鲜，又是不同的角度。我以为是免费的，咱们那小朋友。他刚才4颗，知道吗？文莱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。这个游船的码头，外国人是不可以进入的，只允许中国人进入。船票80元1人，游船是不可以上岸朝鲜，只能在江面上行驶。姑娘说我了，上哪呀？咋没汇报呢？快点思考对啊。就在我这儿想。大哥，走啊！挥一下你的国旗，对，把你的国旗挥起来，对。可以沿着这底下的这个铁丝网走，这个铁丝网就是09年设立最后一次设立中朝界碑的时候逐渐建起来的。但是像界碑的话呢，它实际上有3种形式。像咱们上午走的是中朝俄嘛，这个咱们跟俄罗斯的界碑是土地连接，这叫单立界碑，就是土地连接只是一块儿。然后我们跟朝鲜的话呢是江河为界，江河为界呢就是双立界碑，就是会设立2块，咱这边一块，对岸一块啊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是比较少见的，叫3立界碑，就是江河3岔口的土地上各立一块啊。但那种呢设立的地方相对来讲较少。然后这边的洗手间呢是在这个右手边道口下去的右侧啊，前面是87号界碑。回去的话呢，咖啡厅那边也有洗手间啊。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，俄罗斯风味云南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俄罗斯风味云南雪糕3元，吃雪糕免费看望远镜。俄罗斯风味云南雪糕3元。来，我们这边是87号界碑啊。其实像2侧界碑它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拍照的情况之下，就是背景不一样。正好为咱谁家要拍多少照，每年消费免费看望远镜。有一个节日可能就
这边有现磨咖啡等地方豆浆、色拉本店消费品看方便本店有现磨咖啡免费看完俄罗斯皮包3元一个，只要在本店消费就可以免费看完俄罗斯皮包3元一个，只要在本店消费就可以免费看完俄罗斯皮包3元一个，只要在本店消费就可以免费看